你有冇試過喺機動遊戲啟動嘅一瞬間，心跳突然變得好快？明明知道呢啲遊戲經過檢驗，每日都有人玩，但喺高速旋轉、急速墜落嘅時候，仲係忍唔住諗，萬一佢壞咗呢？今日要帶你睇18宗真實發生嘅遊樂場機動遊戲事故，見證乜嘢係樂極生悲。海洋公園機動遊戲狂野龍捲風喺2日前發生故障，喺高空中停止運作，17名乘客喺高處被困超過1小時，最後被消防員救出。雖然最後冇人受傷，但係當時吊喺半空嘅感覺，對任何人嚟講都足以留下陰影。2017年，海洋公園嘅萬聖節活動亦發生過機動遊戲嘅嚴重事故。21歲大學生張朝傑同女朋友進入一個稱為活埋空間嘅鬼屋，期間意外被棺材裝置擊中頭部，送院之後不治。2019年，死因裁判庭宣布事件純屬意外。海洋公園話已經完成對死者家屬嘅相關賠償。恐懼鬥室，玩唔得。上個月，沙特阿拉伯一個遊樂場，一個稱為大擺錘嘅機動遊戲喺運行時中軸突然斷裂，造成最少23人受傷。其實呢類大型機動遊戲喺全球多地都曾經出過事，原因往往只有4個字：金屬疲勞。喺印度，一座大擺錘嘅中軸突然斷裂，整個設施連同乘客直墮地面。根據維修記錄顯示，事前已有異響，但係未被重視。又係一宗大擺錘嘅故障事件，發生喺中國重慶市美心紅酒小鎮景區。當大擺錘擺動到空中，機械突然停頓，幾十名遊客被倒掛喺空中。幾分鐘之後，工作人員手動開啟機器，先至恢復運作。被救出嘅乘客表示，因為腦充血而感到頭暈。一宗發生喺東南亞國家嘅大擺錘意外，呢次係因為有人太接近啟動中嘅設備而受傷。一個坐喺機動遊戲附近嘅男人發現有一隻貓貓喺機動遊戲下方經過，佢上前將貓貓推開，冇注意到幾秒後擺臂正好回到呢個位置，佢被直接擊倒。喺一款高度較低嘅迷你大擺錘上，一名乘客嘅安全裝置鬆脫，直接從座位墜落，再被擺臂撞擊。即使係小型設施，亦可能因疏忽變成致命陷阱。2017年喺重慶豐都縣，一名女乘客乘坐一架名為遨遊太空嘅機動遊戲，懷疑因為安全帶斷裂，佢被拋出撞向圍欄之後再倒地，當場失去知覺，被送到醫院搶救無效。死者家屬獲賠償咗87萬元人民幣，但係呢一切已經無法挽回。近日喺江西一個遊樂場，一架名為翻江倒海嘅機動遊戲，有人拍攝到疑似有乘客被拋出設施外墮地。我操！呢段影片被瘋傳後先至證實，掉落嘅只係一個假髮。有時恐懼嚟得比事實更快。根據後台數據，我發現90%觀眾都冇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希望可以借你幾秒鐘嘅時間，幫我按個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你就可以睇到更多恐怖影片。而家先輕鬆一下，帶大家嚟到印度。印度嘅巴格利亞豐收節係每年一度嘅大節日，慶祝農作物豐收。
當中有極大量嘅機動遊戲俾遊客玩樂，嗰種密集嘅震撼程度，睇畫面我仲以為係 AI 影片。但係呢啲機動遊戲其實全部都係手動遊戲，要靠人手推動，完全唔需要用電，係唔係安全又環保呢？2021年喺美國密歇根州嘅國際櫻桃節，有一架名為魔術毛氈嘅機動遊戲，當佢移動到高處時，整部機器失去平衡，幾乎向後翻倒。現場嘅遊客睇到呢個情況，立即上前幫忙，用力扶住機器底座，避免咗嚴重災難。呢個機動遊戲最後被樂園拆除。另一部類似魔術毛氈嘅機動遊戲，地點喺泰國。機器喺運作途中安全裝置鬆脫，有5名乘客墮地受傷。另一款經常發生意外嘅機動遊戲就係飛天千秋，通常係有好多座椅用鐵鏈懸掛喺一個類似旋轉木馬嘅頂部，再用旋轉嘅力量將座椅拉到半空中。喺中國一個嘉年華活動，一個臨時搭建嘅飛天千秋竟然不斷撞向圍欄，最後座椅仲互相糾纏，好彩冇釀成嚴重事故。另一個喺中國遊樂場嘅飛天千秋喺機器運作途中，頂部突然鬆脫下墜，所有乘客連座椅墜落到地上。一個喺墨西哥嘅高空飛天千秋喺升到高空時，機件突然故障，停止運作，乘客被困喺離地幾十公尺嘅高空中，而且要面對狂風暴雨，情況極度驚嚇。一個大型飛天千秋嘅意外發生地點不詳，其中一張座椅嘅鐵鏈斷裂，乘客連人帶座椅被拋到空中，再墜落到地上。一個發生喺中東國家嘅飛天千秋事故，有一個乘客從飛天千秋墮下，啱啱擊中2個喺機動遊戲附近交談嘅女遊客，附近嘅遊客立即上前將佢哋扶起。喺印度，一個高空飛天千秋嘅纜索突然斷裂，整排座椅直墮地面。跳樓機亦係一款可怕嘅機動遊戲。2022年，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個主題樂園，一名14歲少年同朋友一齊乘坐一架可以升到120公尺高嘅跳樓機，但係佢喺跳樓機下降嘅途中，突然墮地身亡。經過調查之後發現，原來呢名少年嘅體重高達383磅，比機器負重嘅上限超出大約100磅，而少年座位嘅安全圍欄感應器亦出咗問題，錯誤顯示已經鎖好，最後安全圍欄鬆脫而發生悲劇。少年嘅家人最後向機動遊戲製造商提告，控告現場員工並冇為少年量度體重。官司擾攘大約2年之後，少年嘅家人終於獲得3.1億美元嘅高額賠償。死者母親將賠償金用作成立獎學金，幫助有需要嘅學童，以及要求官員推動法案，加強機動遊戲設施嘅安全守則以及訓練。下一次當你走入遊樂場，記得安全裝置唔只係程序，佢可能係你同悲劇之間嘅最後一道屏障。請你花5秒鐘時間幫我 click 個 like， 以及訂閱我嘅頻道，以示支持。我係老波士，約定你，下次再見。